只有在规定时间完成工作的人，才是真正有能力的人。而且我不认为在上班时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，可以通过加班来解决。程总是不会给你加班费的。作为你的上司，我需要你现在马上回家洗澡睡觉，明天精神百倍的来给我上班。我不喜欢跟一只熊猫，一只老土熊猫一起工作，严重影响我的心情。拜拜，辛迪姐。小猴子，不要在外面吃饭了，买了菜，今晚订你特别爱吃的鱼。你不吃啊？友情饮水饱，真恶心。小猴，送饭。哎，来喽！赵一环，马上。小小，你回来了。啊，你醒了？你跟赵玉环去哪儿玩了？脸上脏兮兮的。啊，我们去赛车场玩了。啊，对了，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？我以后不加班了，我早点回来给你做饭。哦，饭凉了，我给你热热去。哎，怎么啦？没事儿，就是想抱抱你。嗯，那你以后早点回来，别回来那么晚，好不好？嗯。我记得有人说他腰不好，不能拖地的啊。哎呦，就是想感谢你收留我嘛。小陈说，如果你还愿意留在上海，可以把简历发在上面的邮箱上试一试。你不想留在上海？当然不是，就是我跟严小晨上大学的时候关系也就那样，后来也没联系，现在突然要去他的公司求职，欠他这么个人情，我也有点不好意思。既然他让我把名片给你，就说明他愿意帮你留下来。有的时候接受别人的好意，也是一种感谢。而且小陈说了，他们公司要不要你，他不敢保证。好吧。我下午要和导师参加讲座，中午饭你自己吃吧。嗯，好。不用拖那么干净啊，小心闪着腰啊。谢师哥，你今天可是要出头了。来听苏教授演讲的都是各大企业老板，你今天有机会上去发言，简直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以后你也有这样的机会的啊！喂，哎，好，我马上去拿。魏彤，哎，外卖到了，你去帮忙拿一下吧。好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？我怎么知道你在这儿？对啊，我问你呢。
我不知道你在这儿。那你是专门来送外卖的呀？没有，那你就是来看我的呀？也没有。魏头，快点儿，饿了。啊。给我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是那个在图书馆跟魏彤表白那男的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锅盖头发型，换了身衣服，我差点还认不出来了呢。认错了。哎，站住！谁让你走了？你以为我们学校师妹这么好骗呢？魏彤，过来。轮谁也轮不到你呀！你把手放开。装有钱人追妹子，谁教你的套？咱们俩之前已经说清楚了，外卖送到了，我会给你好评的。听到了吗？会给你好评的。走吧。我跟你说啊，魏彤，这种混小子早就应该识破他的真面目，还不谢谢师哥？哦，谢谢师哥。哎，这外卖怎么没水啊？我这2天胀气，得多喝水。师哥，我帮你去买水。啊，谢谢啊。啊。小心啊！注意安全。好。喂，阿姨。严小泉，过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还没想明白吗？阿姨，不管您问我多少次，我还是那个答案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给沈侯带来的，全部都是辛苦和压力。你现在还坚持认为，为了爱情跟他在一起是正确的选择吗？阿姨，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。你知道不知道？沈侯为了你风餐露宿的去送外卖来，他哪里吃过这种苦啊？从小到大，我和他爸爸把他呵护的非常好。我明白了啊，你就是想通过这种方法，要磨平他的骄傲，束缚他的自由，让他吃你没有吃过的苦，受你没有受过的罪，对吧？你这哪里是爱情啊？这明明就是折磨，啊！就是一种灾难。怎么在送外卖啊？你不知道是吧？好，我发给你看。陈总，我坐吧。这个是沈侯替你给我还的钱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你有必要知道。那不好意思，这钱我就先拿走了，欠你的钱还是从我的工资里面扣。好，谢谢。
哦，对了，我要跟您请半天假。可以。谢谢。嫂子。喂，赵雨华，正好跟你在一起吗？啊，他呀，在，我该说在还是不在呀？你们打工的地址在哪儿？你把地址发给我。啊？他都告诉你了？我就说嘛，这事儿有什么好隐瞒的？怎么样，感动吗？痛哭流涕了吧？我都想嫁给他了。我真不知道你们女人是怎么想，到底我们男人怎么做你们才会满意啊？申豪给你借的钱，我已经拿到了，你给我那个卡号，我给你打回去。那个不着急的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还是得谢谢你啊。不是你这不是客气了？那我先挂了啊。我等你给我地址啊。哎，好嘞，拜拜。小沈，这是你第1个月的工资，一共3800。愣着干嘛呀？还不快收了！老板专门用红包给你包着，就是为了图个吉利。以后啊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发。而且老板还给咱们多加2菜，给我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嚯！来吃饭。好，谢了啊。快走。哎。哎，对了，赵雨涵呢？他还没回来。哦，我给他留了一碗，是吧？哦。太香了啊！那当然了，发工资这天啊，饭菜是最香的。嗯。哎，你第1个月的工资准备干嘛呀？我先带女朋友吃顿大餐，然后剩下还债。女朋友，正好，我也想找一个。啊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我呀，哎，你看对面的姑娘，我就想找一个这么漂亮的，但人家肯定看不上我。哎，他走过来了，不会来咱们店里吃饭的吧？小小，我已经把赵雨环的钱还给他了，还有陈志远的钱，我会慢慢的用工资再还给他的，好不好？我们回家吧。你为什么要还钱？我不想你在这儿受苦呀。我不觉得苦。你知道我每天早出晚归，我刚刚凭借自己努力赚到人生第1份工资，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？我刚满心欢喜想晚上带你去吃什么。可我不想你为了我这样。我这样怎么了？我凭着自己努力赚钱，不跟你以前一样吗？我知道，但这份工作不适合你，你没必要这么辛苦的。
来杯咖啡。好嘞，那你好歹请我吃一顿呀。哎，这样，你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吃饭。谢谢程总。Attention please。程总说今天公司签了个大合同，今天午饭程总请客。哇塞！谢谢程总。走吧，好强了，还不走吗？请问您是？我是来面试的，稍等一下。您叫什么？刘星辉。刘星辉是吧？对。下午1点半会议室，您可能要稍等一下。好。嗨，星辉。好久不见。放松放松，别那么紧张。公司既然通知你来面试，其实就是对你简历的认可了。你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成绩也不错，英语也挺好的，自信点。我跟你说啊，DH 其实最注重的就是员工的个人能力，还有就是诚信。所以一会儿面试官问你的时候，你就诚实的回答他的问题就好了，好好表现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嗨，我以前面试总失败。以前你不是有很多选择吗？既然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就向前看，加油！谢谢你啊，小陈。我吧，以前就是有点小心眼儿，然后有些事情，就是你替考的事情，是我不小心说漏嘴，让吴倩倩知道了。都过去了，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。你真的不怪我吗？你时间差不多要到了啊，快去吧。好，加油！森丽姐，当幕后英雄的感觉，是不是特别爽？这个你最清楚了。怎么了？上车。我午休时间结束了，我得上去工作去了。这也是工作。去哪儿啊？森丽姐，咱来商场干嘛呀？来商场能干什么？shopping咯。不是去见跟我们公司有合作的赵总吗？叶小晨，我一直觉得你的衣品太差了，每次跟我出去对外活动，我都觉得你严重影响公司的形象。左思右想，治本是来不及了，先给你治标吧。可我今天下午还有好多工作没做，我现在也没心情逛街。作为你的上司，我认为现在对你来讲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买衣服。你听还是不听？反正上班时间我说了算。
试一下。哎，我不是。小姐这边请。算了吧。不是也可以，这个月的奖金不要了。看不出来啊，严小晨，身材还可以嘛。行，我那2件衣服和他这一身都要了。哦，我都不要。那辛小姐，包了。好。这太贵了，我不能收。收？我说要送你了吗？啊？这是从你工资里扣的。我工资已经不能再扣了。分期吧。我分期的名额也没了。晚了。我自己来。没关系的，小姐，您可以先试试看，不买也没关系。就要这双了。可是太贵了，Cindy姐。从你下个月的工资里扣吧。辛小姐，您来了，这边稍坐，我去帮您安排技师。Cindy姐，我下个月、下个月、下个月的工资都已经透支完了，没钱了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要不你慢慢坐，我在楼下等你。哎，我请你。好吧。辛小姐，坐好了。您帮您闺蜜选的颜色真适合她，二位再休息一下吧。她竟然说咱俩是闺蜜，咱俩像闺蜜吗？笑什么？能看到你这样，今年还挺值的。还挺值的。耀晨，你这么说对得起那些漂亮的衣服和鞋子吗？我对这些东西又不太感兴趣。这可由不得你。你听说过凡伯伦效应吗？凡伯伦效应就是商品标价越高，越能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。这么说虽然很讨厌，但是你必须得承认，一件昂贵的衣服，一双价格不菲的鞋，的确会让你看起来价值更高，在商务谈判中更有气势。所以你不能舍不得花钱，这是在为你的未来投资。又怎么了？我是觉得你一本正经的时候，感觉像在捉弄我，但是你在捉弄我的时候吧，我又觉得你挺一本正经的，就是这个感觉特别微妙，我也说不好，好像是有点。电话。谁呀？你的？我才不接，要接你接。干嘛？你好啊，干儿子。沈侯跟你在一起的吧？沈侯他睡着了。他没睡着，别替他打马虎眼，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你这样，你放到免提上，我说的话我要让他听到。喂，说吧。儿子，我跟你爸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是吗？这样好不好？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出现天大的事情，你也先回家。有什么事儿呢？咱们回家坐下来慢慢说啊。你们能接受小小了？我现在不想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啊。妈，你知道的，如果你们不接受小小的话，我是不会回家的。
你怎么就这么倔呢？不就是谈个恋爱吗？妈跟你打赌，这不是你这辈子谈的唯一的恋爱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会和我爸结婚呢？如果恋爱真的只是一时冲动的话，那你和我爸怎么就在一起这么多年呢？正是因为我是过来人呐，所以我知道这里面的不容易和艰辛啊。哎，你以为你现在得到这一切都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吗？那都是我们给你铺垫好的，你想要什么有什么。可如果有一天呢，如果你失去这一切，你看谁还爱你？有一天你没有钱去买面包的时候，他还会爱你吗？妈告诉你啊，这个世界上女孩子比男孩子往往更现实、更早熟，你懂吗？尤其像他那种家庭出来的。如果说你是来劝我分手的话，那我们没什么可聊的。好，好。如果你执意这么做的话，也别怪我跟你爸爸无情，你就往下走到底吧。是，岂有此理，简直是！来，去火啊！哦，我这是特意给你淘的10年的老白茶，哎，既不影响睡眠，又能养伤啊！养什么生啊？养出个白眼狼！切！你今晚回家吗？我想跟你聊聊。严小晨，你是把技师的衣服穿上了吗？按摩服呀。我只是不太习惯脱了衣服按。所以你要穿着这个按摩？嗯。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我可以自食其力，你不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，你不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其实你一直觉得我比不上那个程志远，我永远不可能有他那么有能力。怎么了，小陈？做一半就出来了，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有什么事儿可别憋在心里啊，容易憋出问题。而且啊，难的事情说出来就不难了。这样，鞋子允许你分3期给我。5期。成交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其实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。你有男朋友？嗯。很奇怪吗？没有啊，就是觉得你深藏不露的。为什么吵架呀？我们之间有点误会。他认为我不相信他的能力，但是我其实是不想他为我牺牲太多了。你这个男朋友是不是不如你优秀？不啊，他很聪明的，而且他特别会说话，个子高高的，长得又帅，笑起来的时候还特别好看。我说的不是这方面，是个人能力问题，就是说他学习是不是不如你好，然后工作是不是也不如你？那这倒是有点。这就对了，我跟你讲，小陈，男人的自尊心啊都是很强的，他们都是想找那种被女人需要的感觉。我看你不用猜我都知道，
你是不是从来不会跟他们提要求？你这样会让男人非常没有存在感，他们会觉得你不需要他们，甚至轻视他们，很伤自尊心的。可是我觉得他为我做的事情也会伤害他的自尊心。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啊？这个问题你要换个角度去想，男人为你做事情是为了什么？他们就是为了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得到你的赞美，得到你的，就好比，你好棒啊，这种事情都能做得到，我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？你怎么那么棒啊？不要离开我。谁？哦。我感觉你根本没有明白，我可能白说了。你再想想，我去买单。哎。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. 是这样的，金融圈子不大，对于人品有问题的人，我们公司不能录取。不好意思。Sorry, we can't hire you. 对不起。哇，长腿迷人，杨柳细腰，长发飘飘，这得是女神级别的吧？哎，没听说公司来新人啊，会不会是客户啊？哎，谁啊？你自己去看不就知道了。美女，你东西带了。你不会想说带的是米青吧？姚晨，你搭讪的套路是不是得改一改啊？小陈，咋？严小晨怎么变这样了？我刚以为我跟 Cindy 接触啊。看什么呢？上班时间不用工作啊？聊什么呢？哎，程总，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的作品呀。陈总早。你们干嘛呢？乔总早。早。怎么了？啊？问你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哦，挺好的，不错。不过你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？我们是上下级关系，有什么好坏之分吗？我这样对他只是因为为我们公司的形象考虑。哦。有问题吗？哎，问你呢，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不错，不错。欣欣啊，工作了。好。啊，对，我要去厕所。焦总。
李辉，哎，办公室。